那个家伙已经逃了。这个胆小鬼，不过废了他一只胳膊，就吓成这个样子。看来他之前那英勇无畏的模样都是装的。小鬼就是小鬼，只会装模作样。扫视一番后，那位被楚风欺骗的蛇纹级圣袍界灵师，居然以讽刺口吻羞辱起楚风来。哎，你这脑子是被气坏了是不是？那个小鬼已经成功骗过你了，他是猜到你会回来找他，所以才跑的。换作是我也跑，这跟胆小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吗？丢不丢人？然而那位身后的几位却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根本没有给那位台阶下，反而话语更加讽刺地嘲讽起他。哼，你们懂个屁！搞不好那10柱之内的界灵之玉本来就是假的，不然怎么你们刚刚也没有看出这界灵之玉是假的呢？那位被楚风欺骗的界灵师说道。还真别说，真有这种可能。这样说来的话，岂不是说那袁术在欺骗人？妈的，这个老贼真是卑鄙！对于这种说法，竟然立刻引起了另外几人的赞同。其实这也能够理解，毕竟那位所说在理。刚刚不仅那位没有看出来这界灵之玉是假的，其实他们也同样没有看出来，所以他们此时这样说，也等于是给他们自己一个台阶下。大人，晚辈不想得罪，可是您是真的被骗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一位小辈站了出来，这个人乃是王广臣。王广臣这个人虽然先前被楚风吓得跪在了地上，但其实这个人还是比较有种的，至少相比于其他小辈，他算是有种的，否则也不敢明知道这11位界灵师实力不凡，并且卑鄙无耻的情况下还敢站出来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一个小小的仙袍界灵师，你懂个屁啊你！果不其然，当王广臣站出来之后，立刻遭到了那位蛇纹级圣袍的斥责。然而王广臣却并未后退，而是继续以谦卑的姿态说道：大人，因为在你们刚刚离开后，手臂不仅完好无损，且他手中还出现了一块界灵之玉。不仅如此，他的脸上还露出了一抹极为得意的笑容。什么？那个家伙居然还笑了！听闻此话，那几位的反应也是有些惊讶，并且还是尴尬。话已至此，不用过多解释，他们也知道他们是真的被骗了，何止笑了，还笑得非常得意，就跟小人得志一样。不信你可以问他们，我们都看到。王广臣手舞足蹈，信誓旦旦地说道：对，我们都看到了大人。而在王广臣开口后，众位小辈也是纷纷开口，表示王广臣所言属实。其实他们也是看不惯这11位界灵师，所以想借机让他们出糗。何况他们也没有说谎，说的是事实。果不其然，他们这样的言论使得那11位界灵师变得异常的尴尬，就连这最后的台阶都没了。这11位界灵师只能接受被楚风欺骗的事实了。混账东西，竟然真的敢耍老子！这兔崽子，别让我带到他，否则我要他不得好死！小子，你们看到那个小鬼进了哪个结界门？那位被楚风欺骗的界灵师此刻显得格外愤怒。没有，他速度太快了，我们都看不到。然而对于那位的问题，王广臣等小辈的脑袋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莫说他们真的不知道楚风去了何处，就算知道，他们也不会告诉他。小兔崽子，敢耍老子，你就别想好过！那位盛怒之下，竟然来到广场之外，开始布置结界阵法，将这广场给封锁了起来。这是想要封掉楚风的退路。你们看什么热闹？被耍的可不只是老子一个，你们也同样被耍了，还不快来帮忙！那位对身后的几位吼道。其实他是蛇纹级圣袍界灵师，按理来说他布置的封锁阵法随随便便就能挡住重纹级圣袍界灵师，可是他刚刚与楚风交过手，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都被楚风摆了一道，这让他知道楚风当真不是寻常的重纹级圣袍，所以此时的他也是不敢大意，唯有耗费精力布置的阵法，他才有信心拦住楚风。可是一个人布置太过耗费时间，于是才让那些人帮忙。那10位明白他的意思，倒也没有拒绝，反而是纷纷站出来帮助他布置封锁阵法。这一次他们没有隐藏自己的结界之力，所以另外10位的结界之力也是完全展现而出。搞了半天，这11位全部都是圣袍界灵师，并且除了最开始被楚风一招击败的重纹级圣袍外，剩下的10位竟然全部都是蛇纹级。见此一幕，那些小辈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他们明白，那个叫做修罗的小辈不仅仅是得罪了一位蛇纹级圣袍界灵师，而是得罪了10位。在这个以界灵之术为尊的界灵府门之内，一个小辈得罪了10位这种级别的界灵师，显然不是什么好事。11位界灵师同时出手，却也用了足足1个时辰才布置好一座封锁阵法。看得出来，他们是真的怒了，否则不会花费这么大的功夫来封锁楚风的退路。阵法布置好之后，那11位便再度进入了广场深处的一座结界大门内。那个叫修罗的是要倒大霉了。此时王广臣望着那道封锁结界，唉声叹气，这结界看起来也不是很厉害啊。其他小辈不解地说道：你们懂什么？11位圣袍界灵师，并且其中10位是蛇纹级，他们一起联手，花费1个时辰才布置而成的阵法，将是何等级别，你们完全想象不出来。我只能告诉你们，这座阵法看似简单，可实际上危险得很，你们千万不要靠近，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莫说是你们，就算是那位叫做修罗的家伙，若是碰到这结界阵法，也要倒大霉。王广臣负手而立，一本正经地说道。而听闻他这番话后，那些原本凑上来想仔细观察的小辈们，则是吓得赶忙后退，尽量远离那道封锁结界，生怕被牵连。倒是多谢你了，这么为我着想。可忽然之间，一道声音在众人的身后响起，众人回头观望，皆是脸色大变，因为此时站在他们身后的人，不正是那个叫做修罗的家伙吗？难道说他一直在这广场之内，楚风的却没有离开这座广场，也并没有进入那结界门，而是就躲在广场之中，暗中观察着那些结界门。广场深处有着上万道结界大门，而那结界大门内大概有什么？其实结界大门上的图案已经有了答案。
楚风不会贸然行事，所以必须仔细观察一番之后才做决定。也正因如此，刚刚发生的一切，楚风其实也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至于为何楚风就在这里，却并没有被那11位戒灵师发现。首先，他们大意了是其一，但最主要的是，楚风身上有一件至宝，那便是九龙圣袍。九龙圣袍一直在楚风的身上，这件至宝乃是戒灵仙王以九龙之气所造。楚风虽得到这件宝贝，但却始终无法掌握这九龙圣袍的全部力量。可哪怕只掌握了一部分，却也足够楚风受用。并且楚风发现，随着自己对戒灵之术领悟的增强，他对戒灵圣袍力量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加一些。先前楚风就是运用九龙圣袍的力量，将自己隐藏在了这广场之中。大人，您……此刻王广臣看到楚风，吓得脸色煞白。别怕，我还要谢谢你呢，谢谢你刚刚说了那番话。楚风走到王广臣身旁，拍了拍王广臣的肩膀。大人，我这都是应该的，您可千万别夸我。话说，大人，您是从何地啊？你这戒灵之术也未免太强了。您真的叫修罗吗？我简直太崇拜您了。我王广臣长这么大，这是我第2次崇拜一个同辈中人。王广臣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他说这话的时候，那看着楚风的眼睛居然闪烁着小星星。那你第1次崇拜的是谁？楚风好奇地问道。诸天门最强弟子，也是诸天星域的第1天才，南宫一凡。王广臣说道。他呀？楚风笑了笑。怎么，大人，您认识南宫一凡？王广臣问道。算是吧，楚风笑着说道。南宫一凡，楚风何止认识，还交过手。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幕，楚风还能清楚地记起南宫一凡气得咬牙切齿的模样。楚风也在想，倘若让南宫一凡知道他如今来到了诸天星域，不知道会不会立刻找到诸天门的高手来对付楚风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楚风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，因为现在楚风等于是在暗处，而诸天门是在明处，敌在明，我在暗，楚风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不过楚风这次要收拾的却不是南宫一凡，而是诸天门。我问一下，这界灵府门每次开启的时间有多久？楚风问道。每次开启只有2日的时间。王广臣说道。多谢。楚风说完此话，身形便再度消失不见，所有人都看不到楚风了。但其实楚风还在这里，他向其中一座结界门走去。楚风来到这结界大门前，并没有直接进去，而是在结界大门前布置了一道结界阵法，随后才踏入其中。楚风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这里的不是单纯的结界门，而是结界大门。当有人踏入其中之后，那结界大门便是开启状态。尽管人们无法通过结界大门看到里面的情况，但却知道有人进入了这结界大门。楚风知道那11位戒灵师还会回来，所以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进入了哪座结界大门，便只能布置阵法进行掩护。而2日时间便是24个时辰，而刚刚已经耽误了几个时辰，因此楚风不能浪费时间，所以楚风选择的这道结界大门也是精心挑选。楚风观察一番后，发现这里面的宝贝还真不少，若是可以，楚风真想全部拿走，只不过可惜时间有限，只能先挑自己最感兴趣的。而这道结界大门内便有着楚风感兴趣的东西，这里面有着一件戒灵兵器，虽然那兵器不如楚风为女王大人准备的那件，可按照门上的提示，应该也是不错的。楚风觉得给雨莎那个丫头用刚刚好。当然，楚风之所以优先选择这道门，并不只是因为这道结界门内有着一件戒灵兵器，还因为这道结界门内蕴藏着对戒灵师有帮助的宝贝。楚风已经领悟到了一些契机，距离蛇纹级圣袍戒灵师只是1线之隔。楚风想尽快突破，而当楚风踏入结界门后，果然一切就如自己所料，这里面有着2把血色的长剑以及一个盒子，那2把血剑乃是一对正是戒灵专用的兵刃，而那盒子里面便蕴藏着能够让戒灵师领悟的东西。当然，想拿到这2件宝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楚风耗费了足足10多个时辰才将这2个宝贝拿到手。掐指一算，距离这界灵府门关闭只剩下不足10个时辰了。怎么样，这双剑还趁手吧？楚风已经将那血色双剑丢入了戒灵空间，看到雨莎面带欣喜地摆弄着双剑，不由问道：“还行吧？”雨莎说道：“你这丫头真不诚实，脸笑得跟花一样了，居然说还行。”楚风说道：“你有功夫和我说这些，还不如赶紧进入另一座结界大门。”雨莎说道：“你说的对，是时候报仇了。”楚风说完此话，便向外走去。可是此时的雨莎却是小脸一僵：“什么报仇？没事。”而对于一脸不解的雨莎，楚风则是淡淡一笑。但是雨莎却注意到楚风的这抹笑容可并不寻常。随后，楚风便走出了这座结界大门，进入了另外一座结界大门。只不过在进入另外一座结界大门之前，楚风同样停留了片刻，在那座结界大门前布置了一座结界阵法，随后才踏入其中。当然，楚风做这些的过程中，一直利用九龙圣袍的力量隐藏自己，所以哪怕广场中一直聚集着许多人，但也没有一个人发现楚风。甚至楚风还从广场众小辈的议论声中得知，那11位戒灵师已经从几个戒灵大门内出来过，每一次都会询问那些小辈有没有看到楚风。看得出来，他们对楚风还真是念念不忘。楚风一路前行，披荆斩棘，很快便来到了这道结界大门的最深处。这里的最深处居然并没有守护阵法，也就代表着这里的宝物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。而那宝物是一块石头一样的物体，它漂浮在半空之上，但那其实根本就不是宝物，那是一件能量体，并且这件能量体由阵法所控，这就导致这能量体无法带离此处。也就是说，这根本就是一座废门。在这广场深处，并不是每道结界大门内都有着有用的宝贝的，有些结界大门内就如同这个结界大门一样，宝贝倒是有，只不过这样的宝贝却是没用的。这就是你选的第2道门。看到这个东西之后，雨莎的小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
他不太理解楚风，虽然他不太喜欢与楚风讲话，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也是知道楚风是有着本事的。按理来说，以楚风的本事，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失误才是。可谁曾想，就在这时，楚风做出了一件更为让雨莎不解的事。楚风盘膝而坐，竟然开始布置大阵。只不过，楚风布置的大阵是围绕着那件至宝所布置的大阵。你这家伙，难道说？见此一幕，有些不解的雨莎恍然大悟，他已经知道楚风的目的是什么了。楚风并没有失误，楚风从一开始就知道这道结界大门内有着什么东西，所以楚风他是故意选择这道结界大门的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，距离这结界府门关闭的时间就只剩下1个时辰。一道结界大门内陆续出现了11道身影，而这11位正是那些靠作弊手段进入此处的界灵师。小鬼们还没看到那个兔崽子，其中一位大声问道。虽然看不到他们的脸庞，但是听声音却听得出来，他就是那位被楚风欺骗了的蛇纹级圣袍界灵师。大人，没有啊，他会不会早就离开这里了？根本就没进入界灵大门，也没在广场之中啊。一个人开口说道。这个人乃是王广辰。妈的，难道这个兔崽子真的这么胆小如实，骗了老子之后立马就跑了？若是这样，那老子还真就看不起他。那位说道。而另外10位界灵师也是表现出了对楚风的看不起。换做之前，他们不会相信楚风那样的家伙会选择直接离开，毕竟只要是有水平的界灵师，就都看得出来这界灵府门内真正的宝藏就在广场深处的界灵大门内，所以他们坚信楚风也看得出来。可是距离界灵府门开启已经快要结束了，却始终没有看到楚风的踪影。就算有人开启那广场深处的界灵大门，但选择的界灵大门也都是较弱的那种，他们不觉得会是楚风开启的。正因如此，他们也开始怀疑楚风可能真的从一开始就跑了。先别管那个混账东西了，只剩下1个时辰了，抓紧时间，还能再拿到一件宝贝。其中一位忽然说道。那就走吧。决定之后，这11位便立刻动身。早在楚风在广场之中破解石柱的时候，这11位界灵师就已经开始观察广场深处的那些界灵大门了，所以他们早就有了明确的目标，并不用再重新观察。不对啊，你们看。可是忽然有一位界灵师望着一道结界大门发出了惊呼，顺声观望。另外10位也是目光一变，怎么回事？难道说是漏网之鱼？此时他们都感到意外，因为这道结界大门上面的图案，他们一看就知道这里面的宝贝很不简单。可是他们之前明明将这里的所有界灵大门都观察了一遍，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道界灵大门有不寻常之处。不对，不是之前看的不仔细，很可能是这道结界门有了变化。对，是有这种可能的。忽然有2人说道。管他那么多呢，是按原计划行事，还是进这道结界大门内看看？只是若选择这道结界大门，可能1个时辰未必来得及啊。有人说道。富贵险中求，选这道。好，那就选这道。很快，这11位界灵师便做了决定，随后纷纷踏入了这道结界大门之内。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他们刚刚踏入这道结界大门，这道结界大门上面的图案便产生了变化，变得不再像之前那般吸引眼球。而他们更不知道的是，这道结界大门其实楚风进入的结界大门，眼看着这界灵府门就要关闭，而楚风却依旧盘坐在这座结界大门的深处。原本这里只有那蕴藏着巨大能量的物体，并没有守护阵法，可是此刻却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这里不仅出现了守护阵法，且原本摆放着那能量体的地方，那能量体居然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乃是一块巨大的界灵之玉。这块界灵之玉比楚风之前在广场之中所得到的那块大了足足10几倍，而它所蕴含的力量更是强大到光芒四射，难以抵挡。那守护阵法正在守护着这块巨大的界灵之玉，只要楚风将这守护阵法破开，这界灵之玉便将是楚风的囊中之物。哈哈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小兔崽子，找你这么久都没找到，想不到你在这里。然而就在楚风即将把那阵法破开之际，几道声音却是忽然在楚风的身后响起。你们怎么可能找进来？我明明已经在那大门上布置阵法。楚风猛然回神，看到身后的11位界灵师，楚风也是脸色大变，面露恐慌之色。哈哈，原来是你小子动了手脚。我说怎么一开始看那座门明明很寻常，可是后来又变得不寻常了？搞了半天，你小子从一开始就选中了那道门，怕别人和你抢，所以故意将那座门的图案更改了。小子，你可真是够阴险的呀！不过还真别说，你小子的结界之术很精湛，明明是重文级圣袍，可你布置的阵法竟差一点就瞒过了我们。不过可惜啊，重文终归是重文，最终你那障眼法还是被我们破开了。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小子，这块界灵之玉我们就替你收下了。此刻那几位界灵师笑眯眯地看着楚风，此时他们简直高兴坏了，不仅带到了楚风，还刚巧碰到如此巨大的界灵之玉。而最令他们欣喜的是，那守护阵法本很难破解，就算他们11人联手，可是剩下的时间也已经不足以破开阵法。但是楚风却已经快要将这座守护阵法破开，他们现在可以坐享其成，并且享受到的还是楚风的成果，这让他们感到格外的爽快。前辈们，晚辈先前多有得罪，还望前辈们不要介意啊。楚风说道。小子，现在认错已经晚了，你先前欺骗老子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你会有今日。那位被楚风所欺骗的界灵师说道。该死！眼见着对方不肯轻易放过自己，楚风则是赶忙转过身去，开始释放出体内的结界之力，全力的催动阵法。只不过楚风的催动方法却有些不太寻常，楚风并不是要破开那守护阵法，反而是在激活那守护阵法，是要将那守护阵法的力量释放而出。这小鬼
是想要和咱们鱼死网破，快阻止他！这11位戒灵师已经看穿楚风的目的，得知楚风的目的后，他们也是有些紧张，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那守护阵法的力量很强。倘若那守护阵法的力量真的释放而出，他们11个怕也是要遭殃。于是，他们11位几乎同时动身，来到楚风身前，且释放出结界之力，想要阻止楚风。然而，当他们靠近楚风之后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自那阵法中心快速的释放而出，瞬息便将这11位戒灵师所吞噬。这怎么会这样？这一刻，那11位戒灵师也是脸色大变，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，他们的身体被束缚住了，不仅身体难以动弹，就连体内的结界之力也是被强大的力量所束缚。这个家伙激活了那防御阵法的力量，不对，并不是守护阵法。本来他们还以为是楚风激活了防御阵法的力量，是那防御阵法的力量将他们困住了。可是仔细一看，却发现根本就不是那样的。首先，原本在守护阵法中心那颗巨大的戒灵之玉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道能量体。此刻，那能量体正在源源不断的释放着它那强大的力量，正是依靠那能量的力量才能够催动这座阵法，将他们束缚于此。但最令他们惊讶的是，他们11人距离那能量体明明还有些距离，但却全部被束缚于此。可是，距离那能量体更进一步的楚风竟然没有被束缚，反而笑眯眯的看着他们，并且那笑容是如此的奸诈。妈的，中计了！这个小兔崽子算计我们！猛然间，这11位戒灵师反应了过来，于是开始对楚风破口大骂。他们意识到，从那门口的戒灵大门，直到先前那巨大的戒灵之玉，全部都是假的，是楚风故意设的陷阱。可是他们偏偏中了陷阱。11位戒灵师，10位是蛇纹级圣袍，可是他们却被一个重纹级圣袍戏耍了，这让他们极为愤怒，非常的不爽，气得七孔生烟，连心肝脾肺都快要炸开了。小子，你可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然敢戏耍我们！你是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立马放开我们，否则我要你不得好死！对，赶紧放开，否则我灭你全家！他们咬牙切齿，那个目光恨不得将楚风活生生的撕成粉碎。我说诸位，你们怕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吧？现在可轮不到你们威胁我！楚风说完此话，掌心握紧，一把由结界之力凝聚而成的长剑便出现在了楚风手中。哼，小子，没搞清楚状况的是你吧？你以为我们都像那个废物一样，轻易的就被你打伤吗？说这话的时候，那位戒灵师看向了不远处的另外一位戒灵师，而他所看的那位戒灵师，乃是他们11人之中唯一一个重纹级圣袍戒灵师，也就是那位先前被楚风以结界之力击伤的那位。怎么，你们与他相比，有何不同吗？楚风笑眯眯地问道。不同，当然不同。你以为我们活了这么多年是白活的，就只擅长结界之术？不妨告诉你小子，抛开结界之术不谈，我们的武力修为也是你难以企及的。就算我们的结界之力被束缚住了，但是我们的修为却还在。就算我们无法在此处施展武力，可我们的肉身却仍旧承载着我们修为所赋予的力量。你一个区区小辈也想伤我们，真是可笑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们11个站在这里，就算一动不动，也有10尊是铁像，只有那一个是一尊泥像。你想折磨我们，你也只能折磨那一个。至于我们10个，你根本无法撼动，而那个家伙本身就是废物，你折磨他，我们也是无所谓。其中一位蛇纹级圣袍戒灵师说这话的时候，还尽显得意。我擦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的意思是就让他折磨我呀？而那位重纹级圣袍戒灵师则是非常不爽的抱怨起来：谁让你自身修为差？这也怪不得我们啊！另外10人被那位不仅没有一丝同情，反而是放声大笑，尽显嘲讽。见此一幕，楚风也倍感无奈。这11个家伙真的是有些奇怪，明明自己现在都被困住了，明明先前被气得七孔冒烟，可是转眼间居然又能笑得出来，这心可真不是一般的大。所以按照你的意思，你是铁像了？楚风对那位先前与自己对话的戒灵师说道。当然，那位很是得意的点了点头。好，楚风淡淡一笑，随后他便来到了那位说话的戒灵师身旁。猛然间，剑光掠过，血花溅起，紧接着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也是自那位的口中传来。原来楚风这把结界长剑已是洞穿了那位的身体。你这混账，竟然真的敢伤老子！那位惨叫的同时也是非常的痛苦，但同时也很惊讶。他原本以为自己修为强横，肉身也就随之强横，就算此处只能施展结界之术，可是他们的修为摆在那里，肉身的强横程度也就摆在那里，楚风就无法伤害他们。可不成想，这届灵府门内的限制力量竟然限制到了这种地步，居然连他们肉身的强度都被削弱。明明抛开戒灵之术不谈，他们也都是修为强悍的修武者，不成想在这里却要被一个小辈欺凌，再加上那束缚阵法的力量，不仅让他们无法逃离此处，更是让他们变成了11只小绵羊，只能任由楚风宰割，却又无能为力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敢得罪我们，你这可真是找死！猛然间，又有一声怒喝响起，又有一位对着楚风破口大骂。然而楚风可不留情，挥手就是一剑。那位也是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不是他们承受能力差，而是楚风这把结界长剑带给他们的痛苦本就远非常人能够忍受。那本就是以结界之术凝聚而成的剑，是蕴含着结界阵法的。在此之后，他们11人之中，陆续又有几人对楚风出言威胁，可是无一例外都被楚风这把结界长剑洞穿了身体。眼见着威胁无用，他们也是不再威胁，开始对楚风说起了软话。小兄弟，我们其实也算不打不相识，我们对你也并无恶意，况且那戒灵之玉我们也没有拿到，你不用这么记仇，这么搞我们吧，不如你现在将我们放了，我们就当交个朋友好不好？其中一位戒灵师对楚风说道，而另外10位也是表示赞同。
你们当我傻吗？楚风说道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那位界灵师问道。我也没有过分的要求，你们把从这结界府门内得到的宝贝都交出来，我就放你们一马。楚风说道。我擦，你这小兔崽子是想趁火打劫？听得此话，那11位界灵师的目光都是有所变化，而楚风则是笑眯眯的点了点头道：说对了，我就是要趁火打劫。小子，你困住我们这件事都可以忍你敢打劫我们，那你可真是不想活了。眼见着楚风竟然真的要趁火打劫，那几位界灵师都表现出了很是不悦的情绪。哦，原来你们是不想让我活了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能让你们活了。楚风说这话的时候，虽然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，可是楚风的笑容却是变得冷冽起来，尤其那目光更是散发出了森森杀意。你这小鬼！感受到楚风的杀意，那11位界灵师也是心中一紧，他们能感觉到楚风那杀意不是开玩笑的，楚风的杀意是历练而出，只从楚风散发的杀意，他们便能感觉到葬送在楚风手中的性命并不在少数。此刻站在他们面前的根本不是一个小辈，更像是一个杀人魔头。而再想想楚风的所作所为，他们也明白楚风说的出做得到，若继续与楚风作对，搞不好他们真的会小命不保。行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于是他们妥协了。好，这可是你们说的，可不是我逼你们的。楚风说话之间便探出手去，将那11位腰间的乾坤袋全部收入了囊中。小鬼，你这就过分了，那里面可不止是在这界灵府门内得到的东西。见楚风竟然直接自己动手，并且直接将他们的乾坤袋抢走，那几位不由说道。但楚风却根本不理他们，而是开始查看起这11个乾坤袋。可是，一番查看之后，楚风却是满脸的失望。楚风原本以为这11个人个个卑鄙无耻，并且视财如命，身上应该有着不少宝贝。可是这一看不要紧，这乾坤袋内稍微值钱的东西都散发着这界灵府门的气息，说明他们身上值钱的宝贝都是刚刚从这界灵府门内拿到的，而他们自己本身则是穷的要死。你们也太穷了吧？楚风问道。小鬼，你这就太不要脸了，你打劫我们，居然还嫌弃我们穷。那几位界灵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感到气愤和无奈，一个个的哭笑不得。他们见过劫匪，但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嚣张的劫匪。穷鬼，浪费我时间。楚风说完此话，便将那11个乾坤袋收了起来，且转身准备离去。小鬼，你给我站住！见楚风竟然要走，那几位界灵师赶忙开口。还有事？楚风问道。当然有事，难道你要这样一走了之？不是说好了把此处获得的宝贝给你，你就放过我们吗？我们不仅将此处获得的宝贝给你了，我们自身的宝贝也都给你了，你还不放开我们？那几位界灵师问道。反正界灵府门开启的时间都快要结束了，你们不如就多在这里多待一会吧。楚风说道。小子，我劝你做人不要太过分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真当我们是这么好欺负的吗？小鬼，你倘若就这样做了，那可就太不厚道了，做人怎么能够言而无信呢？那几位界灵师问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则是嘴巴一咧，笑眯眯的说道。对待你们这种人，我从来不讲诚信。而楚风此话说完，那几位气得龇牙咧嘴，便立刻破口大骂。可任由那几位如何咒骂，楚风却是理都不理，就这样离开了这里。不过楚风还未走出这道结界大门，脚下便开始剧烈摇晃起来。紧接着，楚风能够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结界之力将自己缠绕起来，随后在楚风的前方竟出现了一座结界门，而自己也是被缠绕自己的结界之力强行的推到了那结界门之中。而穿过那道结界门，楚风发现他已经离开了界灵府门。此刻界灵府门的入口结界已经消失不见，但在广场之上以及广场之外聚集着许多人，甚至这其中还有楚风熟悉的身影，那是水镜洞天的人。水镜洞天的掌教以及水镜洞天掌教的孙女杨深深都在，这些人就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一样。而当楚风出现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，楚风成为了此处的焦点。原来这些人等待的是楚风。楚风感觉有些不对劲，自己此刻不仅悬于半空之上，而那缠绕在他身上的结界之力不仅仍旧困着他，并且那结界之力竟然化作了结界锁链，将楚风捆绑住了。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罪人，正在戴罪示众一样。可是他楚风何罪之有？大胆狂徒，报上名来！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，瞬身观望，在人群下方有着数道身影。从服饰来看，楚风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这七阳山脉的守护者，而那位发出怒喝的身穿白袍，他便是这些守护者的领头人。白袍大人，干嘛捆住我？遭遇如此对待，楚风也是剑眉倒竖，面露不悦。然而楚风的不悦却换来了那些守护者的冷笑，甚至他们脸上的怒容比楚风还要更浓。为何捆住你？你无视规则，以100岁以上身份混入界灵府门，与小辈抢夺宝物，你居然还敢问我为何捆住你？你可知廉耻二字如何写？那白袍大人怒声喝道。而此时原本就嘈杂的人群议论声则更重了，大家都在对楚风指指点点，就连人群之中水镜洞天那些人也是眉头紧皱。想不到前辈竟然真的是那个作弊之人，只是前辈为何要这样做呀？前辈看上去并不像如此无耻之人啊！杨深深等人皆是一脸不解，他们不明白楚风为何要这样做，尽管他们仍然敬重楚风，毕竟楚风曾帮过他们大忙。可是楚风在他们心中那原本无比伟岸的形象却是不由得跌落了不少。而杨深深等人只是不理解楚风为何这样做，但是其他人便没有这么客气了。他们从开始的指指点点演变成出言羞辱楚风，各种辱骂以及难听的话语响彻不断，那个架势就好像楚风是一个罪不可恕的大恶人。这些人简直恨不得将楚风生吞活剥。面对众人的斥责，楚风则是冷哼一声，他没有理会众人，
而是看向那位白袍大人，目光尽显轻蔑。想不到袁术大师的手下竟然如此无能，你是在说老夫无能？听闻此话，那白袍大人剑眉倒竖，面露怒色。不是说你，还能说谁？我知道你为何抓我，是因有人非100岁以内之身，却以特殊手段混入了界灵府门之内。这样的人，界灵之术远在小辈之上，混入其中无法无天，就算大开杀戒，也并非没有可能。你让这种危险的人混入其中，已是无能。然而你们运用阵眼的力量强行抓人，可却抓错了人，将无辜之人抓到这里示众，而那真正的作弊者却仍在界灵府门之内，这便是更加无能。楚风声音洪亮且咄咄逼人，就宛如他是一个审判者，在审判罪人。你是说老夫抓错人了？你乃是一名小辈？那白袍大人问道。何必明知故问？楚风说道。真是笑话，老夫以阵眼观察，界灵府门内的所有小辈都观察得一清二楚，而你所做之事乃是小辈所无法做到，连1等石柱都被你破开了，你还敢说你是小辈？白袍大人凝声问道。而此时在场的许多围观之人也是不由得对楚风发出嘲笑之声，他们都觉得楚风这是在自吹自擂，不肯面对现实。而面对众人的嘲笑，楚风却是不予理会，反而是直接问道：为何我破开1等石柱就不能是小辈？为何？你居然还敢问为何？好，既然你想知道，那我就让你受罚受得清清楚楚。你所破开的1等石柱蕴藏守护阵法，那阵法威力极强，小辈根本无法破开，而你破开那1等石柱，便足以说明你不是一个小辈。白袍大人说道。真是笑话，界灵府门内的一切宝物皆是为小辈准备的，而你却又说真正的宝贝小辈无法得到，那你们又为何要设立这界灵府门？难不成只是摆摆样子？搞了半天，所谓的界灵府门只是一个骗局，若是有人拿到其中的宝贝，就会被你们抓起来，被捆绑示众，遭受你们的冤枉。楚风声音如雷，话语之中充满了不满。那白袍大人被楚风这番话气得脸色惨白，就连那些围观者也是神色一致，纷纷停止了对楚风的斥责。恍然之间，他们也觉得楚风这番看似强词夺理的话语似乎也是有些道理。无耻之徒做出卑鄙无耻之行径，竟然还敢强词夺理！白袍大人，这种人就应该公开受罚，否则日后他人皆是效仿，我七阳山脉岂不是没了规矩？对，必须严惩，以示众人。此时白袍大人身后的其他守护者纷纷说道：一群蠢货！楚风讽刺地说道：还敢辱骂我等，真是不知悔改！当成。听闻此话，那些守护者之中便纷纷亮出长鞭，是准备要对楚风施行。可就在这时，半空之上又开启了一道结界门，这道结界门非常巨大，当那道结界门开启之后，无数道身影开始从那结界门内飞掠而出，而那些人全部都是先前进入界灵府门之内的小辈们。小辈们都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界灵府门了，所以他们知道只要时间到了就会被强行送离界灵府门，因此他们对于眼前的情况并不惊讶。只是当他们抬头发现有一个人悬挂于半空之上，并且还被结界锁链所捆绑，诸侯眼中便涌现出了讶异之色。修罗大人，您怎么被捆绑住了？人群之中一位小辈问道。那是王广臣，问我倒不如问问他们。楚风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看着那些守护者。听闻此话，王广臣等众小辈也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守护者，而看到那些守护者之中竟然有人手握长鞭，并且满面怒容。王广成等人更是意识到事情不对，于是赶忙询问：诸位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王广臣赶忙问道：众小辈，你们可能还不知情况，此次界灵府门在你们踏入之后便立刻关闭了，你们应该发现在你们肯之后便没有其他小辈继续进入界灵府门之中，之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有人以作弊手段混入了其中。众所周知，界灵府门内的宝物乃是袁术大人、韦尔等小辈所留，此人以长辈之身，以作弊之手段混入其中，与尔等抢夺界灵府门内的宝物，不仅是对规则的无视，更是对尔等的不公。而眼下既然抓住此人，自当严惩，画尔等一个公道。一位守护者义正言辞、大义凛然地对王广臣等小辈说道：大人，晚辈明白您的意思。只是王广臣说道：只是什么？你还有疑问吗？那位守护者问道。有，王广臣说道。你说。那位守护者说道。大人，你们抓错人了。王广臣说道。抓错人了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听闻此话，那些守护者都是面露愤怒，觉得王广臣是在信口开河。大人，你们的确是抓错人了。这位修罗大人，他不是作弊之人，因为他也是小辈啊。王广臣说道。混账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竟然帮这种人申辩，难道你是他的同党不成？猛然间，那一声怒喝响起，是那位白袍大人，他声音如雷，震得山摇地动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真的动怒了。而在他的威慑之下，就连那王广臣也是被吓得倒退数步，不敢言语了。可谁曾想，就在王广臣闭嘴之后，竟然还有人敢再度开口。大人，王广臣说的没错，你们的确是抓错人了，我可以作证。这位修罗大人，他也是小辈，他不是作弊之人，我也可以作证，我也能作证。大人，你们真的是抓错人了。这一刻，广场内外的那些围观人脸色都是变得复杂起来，因为那些开口说话的皆是刚刚从界灵府门内出来的小辈，并且说这话的人越来越多，简直形成了一面倒的局势。那么多小辈，几乎没有人去责怪楚风，反而都为楚风说话，这让人们意识到事情似乎真的没有那么简单。诸位大人，的确有人以作弊的手段进入了界灵府门之中，并且还是11人。那11人之中，有1人是重文级圣袍及愣士，而另外10人乃是蛇纹级圣袍界灵师。但修罗大人真的是小辈，我们亲眼所见，可以作证。众位小辈再度纷纷开口，七嘴八舌之下，
更是将他们所见所闻全部说了出来，同时还透露出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楚风乃是一位重文级圣袍界灵师，他真的是小辈，一个小辈会成为重文级圣袍界灵师。然而得知这件事情后，原本已经有些相信楚风是小辈的人们，则是再度产生了怀疑，不因别的，只因重文级圣袍界灵师这个身份实在太过耀眼，毕竟他们整个诸天星域的圣袍界灵师都是数得过来的，小辈踏入重文级圣袍，他们更是闻所未闻。可就在这时，那捆绑楚风的锁链忽然解开，是白袍大人。人们能够看到，此时白袍大人手中我这一块令牌，而正是那块令牌催动了界灵府门内阵眼的力量。也正是因为拥有这块令牌，他才能够运用强大的结界阵法，将楚风捆绑，并且强行将楚风从界灵府门内带出来。凭借令牌解开楚风身上的锁链后，其手中的令牌再度闪烁光华，紧接着一道结界光圈出现在楚风身前，还不待楚风动弹，那结界光圈便自楚风身上掠过。此时那位白袍大人的脸色也是变得复杂起来。小友，是老夫错怪你了。白袍大人对着楚风施以一礼，而白袍大人此举做出之后，所有人都是内心一紧，表情也是随之变化。他们知道白袍大人已经验证过那位年轻人的身份，而白袍大人这个道歉的举动已经告知了人们这最终的结果。那位年轻人当真是一位小辈，他先前的确是被冤枉了。不过对于白袍大人这个道歉的举动，楚风却是不屑一顾，当众冤枉了自己，若只想道歉了事，楚风觉得实在太轻了。可谁曾想，就在此时，那位白袍大人忽然手臂带起，紧接着其手臂竟向自己的丹田刺了进去，鲜血溅起，那白袍大人的手掌竟然刺入了自己的丹田之中。这一刻，莫说七阳山脉的守护者慌了神，赶忙围了上去，就连楚风也是目光变化。虽说那白袍大人的手掌并未完全刺入其丹田，但毕竟还是刺入了其中。就算这位白袍大人的修为不会倒退太多，但是他的修为却注定会受损。老夫无能，错怪了小友，唯有负伤才能减轻老夫对小友的惭愧之情。小友若要惩罚老夫，尽管开口，老夫定然照办。白袍大人自残之后，洪亮的声音再度响彻于这广场内外。只不过这一次的他话语之中却充满了惭愧与自责，尽管声音依旧洪亮，可是却没有一丝狂妄，反而尽显谦卑罢了。前辈，这都是小事，当前最重要的事应当是抓住那些真正作弊的人。楚风说道。楚风此话说完，那位白袍大人却是长叹一声，老夫有罪，错过了最佳良机，那些真正的作弊者已经逃离了此处。听闻此话，所有人都明白了，白袍大人既然能够掌控界灵府门阵眼的力量，定然也能洞察界灵府门内的一些情况。想必如今界灵府门内已经没有人在了，也就说明那些作弊者已经离开了界灵府门，只是他们却没有发现那些人是如何离开的，这也就证明他们错过了抓住那些人的最佳机会。不过这种情况下，楚风却是心中一紧，他忽然意识到那11个界灵师似乎比他想象的要强得多，能够在白袍大人掌握界灵府门阵眼力量的情况下，依旧瞒天过海，甚至安然离开，这样的手段可并不简单，你要小心一点了，免得遭到那些人的报复。此时一道声音映入楚风耳中，乃是雨莎。就连雨莎也是发现那11位界灵师的不简单，不然不会出言提醒。丫头，你这是在担心我吗？不错呀，有进步都会担心主人了。楚风笑眯眯地回道。只不过楚风的调侃却换来了雨莎的冷漠，那个丫头居然理都不想理楚风。放心吧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楚风既然敢招惹他们，就不怕他们报复于我。虽然雨莎没有理会楚风，但楚风却再度回应了雨莎。楚风这句话并不是想彰显自信，而是想让雨莎放心，是在侧面告诉雨莎，就算那11位界灵师来找他麻烦，他楚风也并不惧怕。小友，先前冤枉了你，真是惭愧，还望小友莫怪。就在此时，那白袍大人已是带着七阳山脉的守护者来到了楚风近前。那些先前口口声声喊着要惩戒楚风的守护者们，此刻与白袍大人一样，皆是一脸惭愧，纷纷开口向楚风表达歉意。看到这些人的态度，楚风对他们的印象也是有了变化。人不怕犯错，只要敢做敢当，知错能改变好。而七阳山脉的这些守护者显然并不是那种无耻之徒，至少他们敢做敢当，并且也敢于认错。这位小友，你真的是重温级圣袍界灵师吗？可就在此时，又有一道声音响起，那是人群之中的围观者。他实在是太好奇了，很想知道楚风到底是不是一位重温级圣袍界灵师。事实上，不仅围观之人，就连七阳山脉的守护者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楚风，他们都想知道这位年轻人是否真的是重温级圣袍界灵师。面对众人好奇的目光，楚风也决定不再隐瞒，于是他手掌摊开，随后结界之力便如同火焰一般自其掌心升腾而起。看到其掌心的火焰，所有人都是目露惊叹，就连那位白袍大人也不例外。甚至广场内外还不断传来众人惊叹的呼声，因为眼下楚风手中的火焰流动的正是重文级圣袍界灵师，这可真是英雄出少年。老夫的确无能，竟因小友天赋异禀而冤枉小友，老夫真是罪该万死，请小友严惩。白袍大人说话间，竟然跪在了楚风面前。大人，使不得呀！见状，七阳山脉的那些守护者赶忙去搀扶白袍大人，而面对这样的白袍大人，楚风也是有些不好意思了。说实话，刚开始楚风真的很厌恶这个白袍大人，毕竟先前的他表现的那般自大，可现在楚风对他的印象却有了极大的改观。他先前虽然是误判了，可发现自己错了之后，他不仅承认错误，还主动惩罚自己，甚至以他的身份不惜当众跪在楚风面前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出来的。他的确是一个敢做敢当、敢于面对错误的人。前辈，您不必这样，
只能说是那些家伙太狡猾了。楚风说道：“小友，只因老夫的无能，害你受冤，你绝不能这样就罢休。你惩罚我，我的心里反而会好过一点。”白袍大人对楚风说这话的时候，竟然有着几分请求之意。前辈，惩罚您，晚辈不敢。只是晚辈有一个请求，不知前辈能否满足于我？楚风说道：“是何请求？你说。”白袍大人问道：“晚辈想见袁术大人。”楚风说道：“这个听得此话，白袍大人也是面露为难。这位小友，不是不让你见，而是袁术大人在闭关，谁都见不到他，我们也见不到。”白袍大人身旁的守护者说道：“小友，今日多有得罪，既然你不肯惩罚于老夫，但老夫还是要向你赔礼谢罪。”白袍大人说完此话，便将楚风请离了此处，进入了七阳山脉深处的一座宫殿之中。这座宫殿不是很大，乃是有结界阵法打造而成，并且四四方方，造型也是颇为独特。宫殿外有人把守，而宫殿内则是空无一人，并且明明跟随而来的人不少，可唯有楚风和白袍大人两个人进入了这座宫殿之内。而这宫殿内给人的感觉也是颇为神圣。楚风猜测应该是七阳山脉的禁地。进入此处，白袍大人先请楚风入座，并且亲自为楚风沏茶倒水。此时的他完全不像是这七阳山脉的一位大人物，更像是一个仆人，对楚风招待有加，极为客气。前辈，您不必这样客气。说实话，先前晚辈的确有些生气，但是话说清楚了就好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面对这样的白袍大人，楚风也是有些过意不去了。就算对方有错在先，可人家终究是长辈啊。小友，先喝杯茶。小友，你叫做修罗。白袍大人面带笑意，晚辈是叫修罗。楚风点了点头，随后白袍大人又对楚风询问了一些问题，大概就是打探了一下楚风师出何处，是哪个势力，哪个家族的。而楚风只说自己不是诸天星域的，至于其他问题，楚风都是忽略掉了。白袍大人是聪明人，他知道楚风不想泄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也就不再多问。修罗小友，我就与你实话说了吧，其实袁术大人并没有闭关，他只是不想见外人，因为诸天星域真正强大的界灵师太少，导致各方势力都想见一见袁术大人，说是拜见，其实都是有事相求。不过修罗小友，你若想见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因为袁术大人刚好在最近向轮回上界，一些优秀的小辈发出了邀请函，只要他们能够通过考验，便可以与闭关中的袁术大人见上一面。说来也巧，那邀请的日子就在昨天。不过这邀请函是主动发出的，能够得到邀请的都是袁术大人精心挑选的人，但是老夫服侍袁术大人多年，也算有些薄面。修罗小友，若想见袁术大人，我可以破例将你送进去。当然，能够见到袁术大人，还要看你们的本事。不过你小小年纪，已是重文级圣袍，那些考验对你来说，想必如同虚设。白袍大人对楚风说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便有劳白袍大人了。”楚风说道：“老夫冤枉了你，深感愧疚。若能帮你一点小忙，老夫的心里也会好过一点。不过，修罗小友，等一下进去，他们询问起来，你可莫要说漏了，一定要说你也收到了邀请函，否则怕是其他小辈会不高兴。”白袍大人说道：“晚辈明白。”楚风说道：“好，随我来吧。若是晚了，可能就迟了。”决定之后，白袍大人的手掌便出现了一张符纸，符纸在手，光芒流转。这整座大殿的四面八方竟都映射出了符纸上面的结界符咒。很快，楚风眼前白芒一片，遮挡住了视线。而当那白芒消失之后，楚风再度回到了这座大殿之中。只不过此时大殿之内已经不仅仅是他与白袍大人两个人，这里面还有着20几个人，无一例外，全部都是小辈。这些小辈可以说皆是人中龙凤，远非界灵府门内那些小辈可比。不过人中龙凤之中却有一道身影格外的引人瞩目，那是一名女子，极为貌美，宛如天仙下凡。哪怕此处女子个个国色天香，可若与此女相比，也是黯然失色。看到这名女子，就连楚风也是眼前一亮，情绪都有了变化。不过楚风如此，可并不知是因为此女容貌，而是此女楚风他竟然认识。这个人乃是殷庄红。不过仔细回想一下，这殷庄红好像的确是轮回上界的人，在这里遇到他，倒也不足为奇。楚风进入此处之后，所有人都看向楚风，大部分人都是用着不善或是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楚风，唯有那殷庄红只是扫了一眼楚风，便将目光收了回去。看来这个丫头的眼睛也不是那么厉害，至少我这伪装瞒不过了她。眼见着殷庄红没有认出自己，楚风不由得窃喜。殷庄红的眼睛很特殊，甚至还要在楚风的天眼之上，而现在自己的伪装却瞒不过了他，便说明楚风的伪装非常成功。白袍大人，这位是谁？此时有一名皮肤白皙、面若女人一般的男子走上前来。楚风注意到那些不善的目光中，这名男子乃是其一。不过他此时来到白袍大人身前询问，态度却是客客气气。这位名叫修罗，也是袁术大人邀请而来。白袍大人说道：“原来是修罗兄，在下李潇，幸会。”那名男子对楚风抱拳说道：“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不管此人如何，至少此时不能少了礼仪。”所以楚风也是回敬一礼：“诸位小友，老夫就不打扰你们了。”白袍大人说完此话，便单手捏诀，紧接着手中的符纸光芒流转，他便消失在了这座大殿之内。修罗为何叫这个名字？白袍大人刚刚消失，那自称叫做李潇的男子看向楚风的目光就变了。先前交谈的时候还目光和善，可是此时的目光却充满了挑衅之意。而楚风见对方态度不好，他的态度也是一落千尺。我叫什么名字？与你何干？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我谁吗？胆敢这么与我说话？还有，袁术大人邀请的日子明明是在昨日吗？为何你现在才到？那李潇凝声问道。耽搁了。楚风说道。耽搁了？好一句耽搁了！你可知道
我们昨日就到了，只因为等你，我们在这里足足待了1日之久。这笔账你说怎么算？”那李潇声音越来越刺耳，态度也是越来越恶劣。果不其然，他就是要找楚风的麻烦。而最令楚风无奈的是，不仅这李潇要找他的麻烦，此时周围的许多人竟也纷纷斥责楚风。他们都觉得是因为等待楚风，他们才在这里等了这么久。但是楚风进入这里之后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座宫殿乃是一座大阵，除了白袍大人能够利用那张特殊的符纸自由出入此处外，他们这些小辈若想离开这座大殿，就必须破开这座大阵才行。可是这座大阵有些复杂，若想破开，不能乱来，必须仔细观察一番之后才能将其破开。而楚风观察了一下，此处这里的小辈不算楚风，总共27人，但这27人之中，只有2个人在观察着这宫殿的墙壁，一个是殷庄红。殷庄红的本事，楚风是知道的。这个丫头想必刚进入此处就已经发现了端倪，所以正在寻找破解之法。而另外一个乃是一名男子，这名男子衣冠楚楚，面容俊朗，可谓一表人才，并且楚风看不穿这名男子的修为，多半是他的身上有隐藏修为的至宝。不过虽然无法看穿这名男子的修为，可是这名男子的目光却蕴藏着强大的结界之力。楚风可以看出，这名男子的戒灵之术在小辈之中也可谓是相当不错。他乃是一名崇文级尊袍戒灵师，虽然他的戒灵之术与楚风相比相差甚远，但与此处的其他小辈相比已算优秀。毕竟其他25名小辈根本没有发现，想离开这里需要破解阵法，否则也不会把无法离开此处的原因怪罪到楚风头上了。喂，与你说话呢，你聋了不成？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，是那李潇。此时他衣衫舞动，威压四射，他竟散发出了他的威压。这位乃是一位7品武仙，身为小辈能有这等修为已是相当不错，只是可惜他此刻挑衅的人却是楚风，自己愚钝居然还怪在我的头上。楚风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着那李潇，你敢骂我愚钝？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。那李潇大怒，说话间向楚风走来，每踏出一步，大殿都是剧烈一颤，宛如这座大殿都要被其踏成粉碎，气势相当之强。此时许多围观者嘴角都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，他们被困此处1日之久，心中皆是不爽，所以他们将这种不爽发泄到了楚风身上。于是他们都想看到李潇狠狠地教训楚风一番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面对那气势汹汹的李潇，楚风不仅丝毫不惧，反而内心深处还有点同情这李潇。因为只要这李潇胆敢对自己出手，楚风就会让他明白什么叫做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可是就在李潇靠近楚风，即将对楚风动手之后，一道身影却是忽然出现，拦在了楚风与李潇之间。